聽。調皮老爸旅遊去，香火鼎盛的老街出發嘍！早安，我是調皮老爸。傳統不只是過去，而是活着的記憶。今天來到了北港老街，雲林北港，一座因媽祖信仰而繁華300年的古鎮。踏入以北港朝天宮為中心延伸的北港老街，迎面而來的是濃郁的麻油香與虔誠的香火氣息。來到北港，絕對不能錯過當地的銅板美食，也別忘了買個在地名產哦。上一集我們在嘉義縣新港鎮的板頭窯，從板頭窯走3公里，穿過北港大橋，就來到了雲林縣北港鎮。導航北港鎮公共造產第一停車場，這是北港鎮最大的停車場，小型車一次40元，大型車一次70元。停車場就在北港觀光大橋的下面，這裡不僅停車位很多，而且離北港老街很近，要去朝天宮參拜也不會走太遠。北港觀光大橋跟我們剛剛開車經過的北港大橋是不一樣的橋，兩條橋是平行的。觀光大橋很適合在這裡散步，欣賞北港溪的風景。等我。在停車場有很清楚的指標，我們照着指標走就可以來到北港老街。我們這次走訪的時間是12月，風勢很強大，來這裡遊玩記得多帶一件防風的外套哦。哦，這裡有喜餅呢。北港最著名的就是麻油、苦茶油以及喜餅，當然最讓小朋友興奮的就是可以在這裡買到超大包的餅乾。不過在進行我們的購物行程之前，我們要先來吃午餐，來帶各位吃青蛙肉。這家是圓環紅燒青蛙湯，位於文化路與民主路的圓環。從老街走路過去大約700公尺，因為在圓環上面停車比較不方便，建議還是走路過來這裡用餐。這青蛙呀，可以吃呀。煮熟的青蛙呀，要不要吃點皮看看？我們點了筍絲飯、滷肉飯、雞肉飯、蝦仁飯、蚵仔湯，還有他們的招牌清湯青蛙。雖然這裡離嘉義很近，但他們的雞肉飯不是火雞，是將雞肉切成絲放在白飯上面，筍絲切得很細，炸開很像麵條。蝦仁飯蠻特別的，一般小吃店很少會看到。蚵仔湯的蚵仔蠻大顆的，貢丸很 Q， 很有咬勁。最推薦的就是他們的招牌清湯青蛙，湯頭鮮甜，青蛙肉質軟嫩，很好咬，連骨頭也煮得很軟。一碗湯裡面有2隻完整的青蛙，分量給得很足。謝謝媽媽給我們烤魚。你還要那個皮嗎？真好。你要不要吃看這個青蛙皮？好。好不好吃？那個青蛙煮熟的會變焦。飽餐過後，我們來散步一下，沿着民主路走，來去香火鼎盛的朝天宮。北港朝天宮主要祭拜的神明是天上聖母，也就是媽祖，信眾也會親切地稱呼她為北港媽。在朝天宮的對面有一間造型很特別的飯店——朝聖酒店。飯店的外觀就是照着天上聖母的頭冠去設計，也被稱作全台最神氣的飯店。老公，這是 QQ 不是涼糕那種好吃嗎 ？QQ 的草莓。這是北港飴，或者要稱呼它為新港飴也可以。這個特產在新港也看得到，兩個鄉鎮很近，過一條北港溪就到了。這算是小朋友喜歡吃的甜點，有花生、草莓、芋頭，都是甜滋滋的口味，吃起來很像軟糖。朝天宮正前方這條中山路就是熱鬧非凡的北港老街。如果你喜歡一邊吃着零食，一邊看着電視，那一定要來這裡買超大包的零食。每一家店都擺放了好多超大包的餅乾，根本來到了零食天堂。就很大包啊，都比你的點還大。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烤魷魚。你可能會問，烤魷魚不是到處都看得到嗎？一般我們在夜市看到的是一整隻新鮮的魷魚，而北港老街的魷魚是經過風吹及日曬的乾魷魚。借助北港風大的特性，天然日曬後的魷魚
呈現淺褐色，並且產生更濃郁的香氣。因此，這種小吃不用添加任何調味料，經過火烤後就可以直接品嘗了。口感很好咬，不會很硬，味道也很香。接下來帶各位來喝咖啡，這裡是保生堂漢方咖啡館。咖啡廳的外觀像不像一間中藥行呢？因為這裡以前就是一間中藥行，於1957年創立，直到2018年才轉型成為咖啡館。即使變成了咖啡館，屋內仍然保留以前中藥行的裝潢，包括了放中藥的木櫃以及藥罐。我們點了人參咖啡、枸杞咖啡、龍眼巧克力、焦糖烤布雷、2瓶果汁。人參咖啡的人參味蠻濃的，也品嘗得到淡淡的咖啡香，喝起來很順口。枸杞咖啡放越久，越能喝到枸杞的甜味。他們的甜點我非常喜歡，尤其是龍眼巧克力蛋糕，咬下去，熱乎乎的巧克力醬在口中流動，香味濃郁，給人很幸福的感覺。配上咖啡，真是絕配。這裡的座位沒有很多，用餐環境很安靜，在喧鬧的老街上，想不到竟然還有一個安靜放鬆的小天地。北港老街的美食真的太多了，我們吃完這幾家，肚子就很飽了。現在要帶各位散散步，讓肚子消化一下。這一站是新港巷藝文化園區，雖然是嘉義縣新港鄉的景點，但距離北港老街只有7公里，開車10分鐘就會到了。這裡免門票、免停車費，可以當做旅途的休息站。在停車場旁邊有個小小的動物園，有梅花鹿、火雞、跳跳羊。圍欄上面有擺着一杯一杯的樹木草，是專門用來餵食跳跳羊的。一杯樹木草20元，自行投幣在鐵盒裡面，算是一個良心商店。我看我拿那麼短的，來試試看，來，你這樣子就好了嘛，對不對？我再挑戰更短的，來挑戰更短的，有沒有？你看啊，我要挑戰超短的哦，挑戰更短的，有沒有？對呀，我不敢了，哎，我敢了。園區裡面還有一個很大間的餐廳，因為我們晚上打算去夜市吃，這次就沒有在餐廳用餐了。一開始我們會先看到紀念品的商店，裡面賣了很多香品以及精雕細琢的木雕。在商店的旁邊是製香坊，整個製香的過程都可以讓窗外的遊客參觀。在這裡到處都可以看到用香做成的造景，如果不認真看，會以為這是一片花海呢。洗手間有提供他們自己做的洗手乳跟香皂，有很多種口味，在紀念品商店都買得到。展館的空間蠻大的，有介紹香的起源，還有很多木雕。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欣賞畫展或是一些藝術品的展覽，都很沒有耐心，一下子就走完了。但現在的我，竟然會慢慢的看整個雕像的細節，像是衣服的皺褶、人像的面部表情，並且打從心底讚嘆師傅們的精湛手藝。晚上我們來到了新港夜市，這裡只有禮拜4才會營業。雖然夜市的規模不算大，但賣的東西很多樣化，不管是玩的、吃的，都可以逛得很盡興。今天帶各位走訪北港老街與巷藝園區，以及上一集的板討窯，就是一趟充實的北港新港一日遊，推薦大家來這裡走走。下一集我要帶各位爬小百岳，離市區不遠，卻能登高望遠，而且不會很難走。爬完山，我要帶你們去吃道地的馬來西亞肉骨茶。下個禮拜我們再一起出來玩吧！調皮老爸，祝你有個開心的一天。